虽然《如龙异域天堂》放出正式预告片和实际的实际演示，再回头看却年末官宣明月忍阳主导的新作《龙邦》，可以说彻底沦为了笑话。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捋清楚，明月忍阳的工作室从2021年开始就获得网易全额投资扶持，还在2026年3月7日彭博社正式报道，网易已经决议停止对明月忍阳工作室的所有投资。背后原因很简单，网易已经连续扶持这家工作室整整5年了，结果他们正在研发的游戏《龙邦》还需要追加约70亿日元，折合3亿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做完。权衡之下，网易选择在游戏正式发售前直接撤资。这件事其实在今年3月中旬就已经有风声泄露出来了。其实去年年末在 TGA 上面龙邦放出首款预告的时候，就没打算做预告片解析，原因很简单，这支片子就纯纯的概念预告，从头到尾都是游戏的过场动画的演示，只是在展会呢亮个相走个官宣流程而已，内容非常空洞，看点很低，我的期待感并不是那么高。那现在再拿出如龙异域天堂一对比，差距直接拉满了，龙邦完全被吊打了。如龙异域天堂的预告片加实际演示显示的它诚意十足，剧情氛围感非常到位，讲述了东城会初始起源的故事，世界观和人物的铺垫都在预告片里面有所展示了。后期我会单独出一些视频细聊如龙异域天堂的预告和实际内容。现在咱们来重点拆解一下龙邦和明月忍阳工作室的翻车始末。首先先说明月忍阳这个人的行业地位，他是如龙系列最初的核心制作人，整个系列的奠基者，但圈内有消息爆料，但游戏最初蓝本根本不是预告里看到的身处歌舞伎町的这个地点。原本的设定背景是美国的混乱街区，可能类似于唐人街这样的地方，场景构架更加复杂，还邀请了不少的知名明星参演加盟。原本格局似乎做得很大，结果开发5年下来，不仅成品看不到之前的影子，资金还彻底失控，对见得明月忍阳工作室在资金把控、项目把控上完全失格。但是当初的设定跟现在设定是不是一样，只是网络上获得的一些爆料并不保真。那么抛开作品本身，单说明月忍阳本人，我平常很少去点评游戏制作人的私生活和外貌，但他频繁的过度整容实在让人有点看不懂啊！我感觉他有点过分的把精力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面了，反而耽误了自己正经的游戏开发工作。其实本身如龙系列的现状就是作品出的很多了，正传、外传、重制版一大堆，其实这个 IP 已经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这类系列作品一旦做成偏年货式的更新，不沉下心来几年磨一剑，用心打磨玩法和剧情，后续虚度的新增内容只会越来越敷衍，慢慢只会剩下核心老粉买单，入轮受众会越来越少，生命力就会持续下滑了。而龙堡本身的预告片就非常简单，内容简陋，毫无新意，完全撑不起5年开发周期的期待。预告片也没有太多内容，整个网易的投资也非常有趣，而且似乎网易的诉求和明月忍阳工作室的理念有点背道而驰的样子。当年2021年开始，网易大举布局海外，投资了一大批知名工作人领衔的工作室，似乎是想复刻索尼扶持小岛秀夫那种成功案例，靠顶级制作人打造自研3A，站稳主机游戏市场。网易的想法很实在，我给你投钱，你拿出高质量作品，都是成绩，相互成就。但明月忍阳的想法似乎不是这样的，他拿到投资之后呢，就有了完全的自由，只管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内容，完全不考虑投资人的诉求和商业回报，甚至有点把网易当成冤大头、傻大款。网易本身也有了多年类似3A 的开发经验，对项目预算、资金管理、游戏产品内容都有自己的预估和核算标准。那结果扶持5年还要再追加近3亿人民币的投入，这个金额已经完全离谱到无法接受了。明月忍阳曾经在网易游戏开发者风度中聊过，更希望用游戏的内容来决胜负，而不是靠着对方花50亿日元，我们也花50亿日元这种竞争成本的方式。但是从结果来看，明月忍阳他们把握成本能力是非常差的，这跟他们说的跟做的实在是有点不太相符。再看龙邦，仅仅有2分钟左右的预告，全程含金量极低，就是靠一段简单的 CG 动画，没有实际的战斗演示，没有玩法，没有更多的世界观细节。剧情开始就局限在一间酒吧里面，复刻了马东锡经典黑帮硬汉的人物形象，打斗场面呢，甚至照搬人设模板，可能对标里了如龙里面的真拳派。但是因为没有如龙 IP 的授权，可能只能改名龙邦，蹭龙字了热度。在官宣有新作之后，看不到任何有效信息。其实网易的撤资处理方式已经很温和了，只是停止后续资金注入，并没有强制关停工作室，允许他们自己独立运营，另找新的投资方续命。但现实是，从2026年2月17号之后，明月忍阳工作室的官方所有社交平台、媒体账号就彻底停止断更了，似乎项目彻底停摆，没有翻身可能了。反观很多游戏工作室没钱了，就咬牙坚持，缩减规模，继续打磨作品，还能重新招人冲击项目。但明月忍阳这边的观感实在不太好，可能对于项目本身也没有十足的信心吧。那么再说说网易海外投资的整体现状，自从2022年大肆扩张布局海外工作室之后，目前已经关停了至少10家的海外全资以及控股工作室。
我觉得最大问题可能给了海外制作人过高的自由度，中途可能极少干预项目进度和预算，导致大量投资打水漂。很多工作室后来做出的项目跟当初签约的规划内容已经完全不相干了，绝大多数作品就没等到上线就胎死腹中了。这已经不是单个工作室的问题，能够批量翻车、批量关停，足以说明网易本身的整套海外投资项目管控的模式存在巨大漏洞。是不是网易也干涉了海外的这些项目的游戏的开发内容，就不得而知了。当然，我们换位思考也就能理解网易的撤资决定啊。如果网易自家一款游戏研发做了整整5年，最后只放出了一支毫无干货的概念预告，早就被玩家喷烂了。再加上后续还要追加3亿无底洞的投入，其实止损是最明智的选择。反观同期的《如龙：异域天堂》预告加实际演示双管齐下，剧情线、人物设定、明星加盟阵容全部拉满，哪怕实际游玩体验还要等至上线才能评判，但至少吊足了玩家胃口，充满期待感。而龙邦消耗了5年时间，烧了海量资金，只拿出了一支敷衍了事的空洞预告，既没有太多亮点，也没有任何的玩法新意，甚至展示内容都不足。现在看起来已经逐渐沦为全网笑柄。我非常期待明月忍阳接下来能够找到投资商打脸大家，不然明月忍阳和他的龙邦妥妥变成了游戏圈今年的教主事件。好吧，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这对我很重要。我们下期再见。